一家工厂里，男人的身体被无人机撕碎，这已经是1年内该工厂发生的第3起命案了。尸体送到警局之后，一野立刻带着阿朱和执行者前往案发现场。命案发生在无人机工厂的行为检查科，是全自动化生产线中唯一的有人区，大概有50名测试员常驻。如果有人在测试前面的无人机内植入了触发故障的程序，这次的案件就不排除他杀的可能。阿朱觉得工人只有50人，完全可以调查所有人的犯罪系数。一野却认为这件事没有想象中的单纯。到了目的地，下车前阿朱开心地告诉一野，他好像可以和执行官们相处融洽。一野反问他是作为同伴的融洽，还是作为驯兽员的融洽。人们常说愚者靠经验积累，贤者从历史学习，但愿阿朱不是愚者。工厂的主任将他们带到现场，组装完毕的无人机统一在一处车间进行试运行和安全检查，其他工序都可以交给机器完成，只有最终检验环节始终是由人负责的。如他们所见，是个危险的职业，测试员们的压力也很大，而且这里和外界不同，减压手段也匮乏，而且为了防范黑客入侵，整栋楼都是电波暗室，没有任何网络设备，所以几乎没什么娱乐，就像是一座孤岛。之后主任又带他们去看了尸体现场，死者是被活生生被无人机肢解的。主任表示，死者是个优秀的员工，并没有和人结仇，心理测量值也没问题，所以就是一场普通的事故。但一家工厂1年内发生3起一样的事故，是不是有些太频繁了？失控的无人机已经被送到分析室调查，但里面的数据和备份全被删得一干二净。一野让阿朱先回车里把死者录像发给总部，他要和主任继续谈谈。主任调出了所有员工的心理测量数据，从表面上看，没有一个员工持续性的偏离正常值，就算怀疑谋杀也不存在嫌疑人。将数据传到希拉比系统上分析需要一段时间，不过也有一个更简单的调查方法，那就是让所有员工走出电波暗室，使用支配者一一检测。主任不同意，这样一来他们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。如果这件事有踏实的证据，他们当然会配合，但从现状来看，只能判断为事故。主任表示要调查可以，只要他们先通过金产省办理业务计划的变更手续。这里是金产省管辖的国营企业，官府肯定要先保护自己的利益，不想因为不必要的麻烦降低工厂效率，只想尽快为认定事故做了断。虽然工厂内的扫描仪并没有探测到危险人物，但离线的扫描仪能测量的最多是色相判定显示出的精神压力倾向。如果要更加详细准确的分析，就需要使用西比拉系统，而且支配者可以针对西比拉系统中待处理的任务提出优先处理要求，只要枪口一对准，凶手就暴露无遗。但是在这座全封闭的电波暗室里，支配者无法联网，就不能获得西比拉系统的支援。而至于这个事故的真相，是个有经验的执行官都能看出来，绝对是谋杀，而且还是仇杀。晚上，执行官们到员工餐厅用餐，就正好遇见一群人正在进行职场霸凌，但主任却笑眯眯地表示不用管。缺乏娱乐的环境，总归要有这么一个角色供大家发泄。对方的心理测量值如果发现问题，马上就会进行转职处理。被凌霸者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，正是因为他适合这个差事，才被西比拉系统推荐到这里的，不是吗？深夜反讽主任，也就是说，能笑着和默许着一切发生的主任，也很适合当这里的负责人。深夜走过去，把被凌霸的人拉了起来。老爹把所有人的色相做了个分析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在所有员工中，总有一人的色相评估会一直恶化，而那些人无一例外的被转职处理。被转走的那些都是职场霸凌的受害者，但是1年内却并没有这样的人员调动。而在这期间，一直是同一个人作为被霸凌的对象，那就是他们在餐厅见到的男人金元。他的色相也一直很浑浊，最浑浊的时候是在死者死亡的前一天，而在死者死后，他的色相却在逐渐的清澈。除金元以外的职员都是以凌霸金元作为缓解压力的手段的。那金元的发泄方式呢？老爹认为金元就是凶手，但一野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生气的大骂老爹一顿。光靠间接证据导出的臆测无法采取行动。深野表示这件事交给他，金元是不是有罪，他立刻就是找出确切的证据。当然被一野反对了。阿朱赞成大家的意见，与其放过眼前的罪行，不如试一试深野的计划。他觉得一野有些不正常，是不是和老爹之间发生了什么？结果话一出口，一野的脸色就变得更加难看。阿朱表示自己想要和执行官们更好的相处。一野看着阿朱说他是愚者，不过好歹也同意了阿朱的行动。阿朱去问秀熙跟弥生，一野和老爹之间发生了什么。两人一听他居然在一野面前提这件事，都说他踩了大雷。警车上配备的通讯电缆只有200米，最多只能通到2楼的楼梯间。如果想要测试金元是否犯罪，只有深野出动把他引出来。阿朱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谈话，没想到深野直接把在卫生间吃饭的金元拽了出来，逼问之前发生的3起命案是不是都是他干的，还威胁要把他的事情公布到网上。金元吓坏了，扭头跑了出去。当然，深野这么做也是为了判断金元到底敢不敢杀人。对方没有提前准备的时间，如果要杀了他，就会用和之前一样的手段。如果金元启动无人机，就代表他是真凶。而不出深野所料，金元果然跑进车间，用硬盘启动了无人机，神情癫狂地追杀深野和阿朱。
阿朱觉得慎也太莽撞了，但慎也却越逃越兴奋，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想要找出真相，他们也必须赌上性命才行。金元将二人堵在了2楼，与此同时，米生和秀星也带着支配者狂奔而来，秀星镇压住其中一台无人机，同时支配者启动，金元的犯罪指数高达200，慎也一枪下去将人击倒，但无人机的行动仍没有停止。通过检测者威胁判定，支配者启动毁灭分解模式，光能炮瞬间将2台机器炸毁。慎也曾经说过，想要成为刑警而非猎犬，但是他现在的眼神却宛如紧追猎物的野兽。阿朱看不透慎也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和他相处，于是跑到网络上寻求一名名为塔利斯曼的虚拟小丑倾诉困惑。对方建议他要放下对慎也的先入观，然后再去看清楚真正的他。阿朱先去找了老爹，问他慎也是什么样的人。有人让他多理解慎也，有人就觉得他不要觉得慎也是个人。老爹一听就知道这话是一爷说的，确实保持不越界的关系对阿朱很重要，但所谓了解慎也，就是和慎也一样看待事物和思考。如果阿朱做到了，那么他心理测量值就会变得和慎也一样。当你在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慎也凝视深渊太久，他所认定的唯一的正义只在黑暗的最深处。如果阿朱非要和慎也一起探索，他也没有立场阻拦。正说着，阿朱这边来了案子，今天是慎也和秀星当值，这是一起失踪案。管理公司在做家庭安全装置全范围检查时，发现这间屋子的厕所在2个月前就出现了故障，但屋主却一直没有投诉，所以管理公司觉得可疑就报了警。屋主叶山是在网络上以虚拟形象提供广告宣传服务的提供商，领取着高额的报酬，生活上并没有什么障碍，但是却这么神秘的失踪了。如果出了房间，街上的监视器就会有记录，在这个时代不留一点痕迹出门是极其困难的。而且对方的银行账户取钱记录已经断了2个月，慎也和秀星都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。一爷开启屋内的全息投影装置，发现沙发的位置发生了偏移，挪开沙发后发现地板上有一道深深的痕迹，然后慎也在墙角又发现了胶带的痕迹。慎也立即化身柯南进行推理，凶手首先将叶山用不见血的方式杀害，然后在房间铺上塑料薄膜，然后再将尸体分割成能被马桶的排水沟冲夺的小块。杀害阶段的抵抗让地板留下了痕迹，杀人犯有足够的胆识，但却没什么经验。这种程度的犯罪，如果老爹来，在踏入房间的瞬间就能发现真相，这就是猎犬的直觉。一爷不爽的去调查下水道，秀星打开了叶神的电脑，发现了他使用过的虚拟形象，但阿朱却愣住了，因为这个名为塔利斯曼的小丑他今天早上才见过。之后他们在排水沟里发现了叶山尸体的碎片，但是仍有人在用叶山的虚拟形象在网上游荡。据说在叶山失踪前就一直半开玩笑的使用伪装 IP， 对于代替访问者路径的追踪，智人正在尝试。对方通过一个可疑的代理服务器登录，并采取了防追查的手段，不过代替者应该还没发现自己已经被怀疑了，只要好好诱导，说不定就能让他暴露。阿朱和智也在虚拟世界跟踪塔利斯曼，进入了诡异的布吉的社区，一也让阿朱小心，这里的管理员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，布吉和塔利斯曼都是很有名的虚拟人物，一也让阿朱调查一下两人的活动记录，看看两人有没有频繁出入对方的社区。结果一扭头，阿朱突然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也一个钢镚愣在原地。阿朱被带到了布吉的聊天室，而对方居然知道他的身份。不仅如此，布吉还透露他和阿朱是同学，居然身份已经暴露，阿朱也就直接问了塔利斯曼这2个月里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。没想到布吉却说2个月前的塔利斯曼更加奇怪，说话没有情商，还搞一些非常明显的赚钱营销活动，增加了不少黑粉。大家都说这种老套的形象要落寞了，但是到今天为止，非但没有落魄，反而更加的有人气。要知道虚拟形象一旦开始走下坡路，想要重聚人气还是很困难的。阿朱不能和布吉透露案情，只告诉他要找到登录塔利斯曼账号的人。没想到布吉爽快的同意帮忙，宣布4号也在6本木举行线下聚会，向塔利斯曼发起挑战。所谓的线下聚会，就是大家用虚拟网站一样的形象，把自己全身包裹在现实中进行聚会。塔利斯曼如果不去的话，人气会一落千丈。无论是谁代替叶山假扮塔利斯曼，这么费心的维持交友社区，就一定会扮成塔利斯曼参加聚会。到时候他们只要检测出执行级别对象的犯罪系数，就能实施抓捕。很快，一行人赶到了聚会现场，这里完全就是一个大型的 cos 集会现场，根本分不清谁是谁。慎也很疑惑，这么多人挤在狭窄的空间里，不会觉得不安吗？这里是挨上一刀就会没命的现实世界，这些人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知道，还这么嗨。阿朱脱口而出，就是因为这种想法，慎也的色相才会浑浊。很快，塔利斯曼入场，但是距离太远无法开枪，于是阿朱换好虚拟形象接近目标，但没想到塔利斯曼居然还有后援。阿朱一入场就被检测到了公安身份，他还没接触到塔利斯曼，大厅里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音效，再一看，所有虚拟形象都变成了塔利斯曼。没办法，慎也和老爹只能强行入场镇压，结果导致现场一片混乱。真
真正的塔利斯曼趁机逃走。布吉主办的线下聚会出了问题，塔利斯曼立即跑到布吉的交友社区问罪，标榜无政府主义的布吉居然也会成为体制内的爪牙，他已经没资格成为大家爱戴的布吉了。布吉气得下线要把塔利斯曼拉黑，却没想到一个眼镜男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活生生将他掐死了。而眼镜男同样也是杀害叶山、盗用塔利斯曼虚拟形象的真凶。在一名白发男人的支持下，眼镜男像处理叶山尸体一样将布吉残忍分尸。从今往后，布吉的形象也就由他扮演。